明明只是一支小小的口红，却直接吓得潜伏的特务自曝身份。起初他还不在意，面对审讯还当起了无赖。您要是真能拿出实打实的证据来说我是特务，我想狡辩他也没用，不是？我找不出证据来，但我就认为你是特务。我今天我不收拾你，我不是特大人，救命啊！没有天理啊！跟我耍三清的。郝平川的审问着实让郑朝阳无话可说，才刚开始审问，自己就把底给掀了。看着故意假装摔倒，在地上大喊解放军严刑逼供的特务，郑朝阳也没有丝毫慌张。虽然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但也并非平白无故的怀疑。原来不久前电车厂发生了纵火案，虽然纵火的主谋已经去找阎王报道，可还有一名内应没有找到。而经过调查，厂里的会计王一本成了重点怀疑目标。可案发当时他却有不在场证明，说是当晚他在相好白玉兰的床上。一开始郑朝阳几人也不好说什么，可后来却有目击者称案发当时曾见过王一本出现过，只是他看见的是背影，也不敢断定就是王一本。有早没早，先打一杆。于是郑朝阳决定从白玉兰下手。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大财主，说是希望白玉兰介绍王会计给他认识，想要让王一本给自己做账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白玉兰却严谨得很，一口便拒绝了他的要求。可据他们调查，王一本和白玉兰没少捞油水，眼见套不出消息，他便让齐拉拉24小时跟着白玉兰。没想到齐拉拉刚跟踪进医院，就被郑朝山撞见。尽管齐拉拉借口牙疼到医院看病，可敏锐的郑朝山还是察觉出异常。王一本可是他的人，一旦白玉兰露出什么破绽，导致王一本被抓，那可就拔出萝卜带出泥。于是他便决定赶紧做掉白玉兰，断了弟弟调查的线索。只见他将剧毒涂抹在口红上，之后便让人交给白玉兰。看到口红的那一刻，白玉兰根本没有察觉危险，还以为是王一本这个死鬼送的，迫不及待就准备往嘴上涂抹。可下一秒，医院内就传来了大吵大闹的声音，白玉兰正发疯般跟一个女人扭打在一起。而看到这一幕，郑朝山却脸色大变，因为在他的预测下，白玉兰此时应该不能活蹦乱跳，因为他做梦都想不到，就在白玉兰要涂口红时，王一本的原配直接上门大闹一场。这一闹反而是救下了白玉兰。更要命的是，掉落在地上的口红竟被收拾垃圾的保洁员拿走，他还以为捡到了便宜，殊不知却成了白玉兰的替死鬼。而保洁员毒发身亡的一幕正巧被王一本看见，他立马就知道是上级出手了。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当晚他便拿着金条找上白玉兰，希望她赶紧带钱跑路。可在外人面前不贪不占的白玉兰，此时却露出了贪婪的嘴脸。这一走就只有4根金条，可不走，金条只会越来越多。姑奶奶，我不吃这套，我明摆着告诉你，要么你和我一块离开北平回老家去，要么我就把你的事儿全都抖出来。忠孝，我叫你不忠不孝，没得孝。此话一出，王一本立马收回自己刚刚的念头，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明明就是夫妻，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没有意外，白玉兰最终死在他的贪婪之下。随后王一本便在房里挖了一个土坑，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，还不忘贴个符咒，念念咒。天亮亮，天亮亮。晕你奶奶里！可即便是在如此局面下被抓，王一本依旧嘴硬，似乎是料定警方没有真凭实据，直接将一切事情推到了白玉兰身上，还说白玉兰是畏罪自杀，死无对证，这才把郝平川气得掀了老底。可郑朝阳却一点都不气，反倒是客客气气的将王一本扶起来，还直接将手铐解开，表示对方随时可以离开。郑朝阳的举动把郝平川都看傻了，就连王一本都傻了，再三确定后，这才准备离开。可他刚转身要走，郑朝阳却叫住他，说是白玉兰让他传个话，以后两人恩断义绝。说着拿出一个口红，说是白玉兰还给他的。而接下来的一幕再次惊掉郝平川的下巴。我是保密局潜伏特务，代号105，隶属北平桃园特别行动组。电车厂的火灾我策划。王一本之所以交代，并不是害怕白玉兰没有死透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安然无恙地走出去，那等待他的只有上级的卸磨杀驴。口红便是最好的证明，与其等死，不如老实交代，争取宽大处理。